这是我的首战，我已经准备好全力以赴。这是我的最后一战，不打算留下任何遗憾。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一起来欣赏本届1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再度的回到位于桃园的元智大学，一起来欣赏稍后要进行的是女生公开组的季军战。那对战组合呢，跟前一场一样哦，都是台湾师大对上的是国北教大。在今天比赛的现场，依旧是在下雨中，而且现场的湿度应该是比刚刚又更高了。也希望待会比赛中哦，这个选手都不要再有受伤的情形了。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依旧是由我周伟林以及我身旁的赛评威力吴承宪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服务。赛评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看完了前一场男生组的季军赛之后呢，这一场女生组的季军赛对战组合也是台湾师大跟国北教大。其实，在前一场男生组的季军战结束之后，也看到了双方的选手也都集合起来，然后一起画虾哦，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画面。对，因为这两支学校都在和平东路上面哦，他们平时都会有一些友谊赛，甚至一起出队的比赛哦。那觉得飞盘场上除了说在场上竞争之外，其实私底下大家都是好朋友。刚刚最后他们其实也喊了这个和平东路。好，来看一下国北教大的阵容：21号的萧文涵，25号庄允熙、庄之平、林怡珍、庄丽燕、郑雅轩，另外还有8号的严姿瑜，这是国北教大的阵容。台湾师大6号的蔡媚俊、曾方珍、曹化云、林嘉丽、韩宇珍、林慧君以及96号的涂妍如，这是双方的7位选手。好，刚刚那场男子组的季军赛是由台湾师大获胜哈，看这场比赛，国北教大的女生可不可以帮男生出一口气？季军战跟冠军战都是90分钟15分制，男生女生都一样。好，比赛正式开始。台湾师大是白色的浅色上衣。好，上半场比赛是由国北教大先进攻，台湾师大先防守。那身穿深色的是国北教大目前队长曾方珍持盘。是。当然，对女生组来说，可能精神队长跟队长这2位都是更重要的选手了。哇，这个在得分区里面接盘失误啊！对，非常的可惜哦。对，差点拿下了本场比赛第1分哦。可能今天场地还是一样，依旧下着雨，比较湿滑一些。而且刚刚其实是开赛第1分钟哦，有时候趁对方可能还没有进入到比赛专注度的时候，这个先攻下1分。其实是可以取得优势的。对，台湾师大这边自己也发生一个失误，但是国北教大反快攻也没有办法拿下这一分。可能双方这也是今天的第1场比赛，也是最后一场比赛哦。双方可能还没有热开哦。对。哦呦，哇，防守方是不是跌倒了？已经整个人几乎全身大概可能7、8成都已经被泥土给覆盖住了。尤其从刚刚男生组的比赛就看得出来，比赛中都已经很辛苦了，何况是女生组的比赛，应该也会受到很大的困扰。好，这一拍往前传，有接到哦，有接到哦，没有落地。刚刚涂妍如也是有接起来。曾方的那个正手凹塞，哎呀，其实后面的。虽然被师大的选手干扰了一下，但是国北教大选手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捡到这一盘的哦，但是最后还是没有顺利的拿下。台师大刚刚的严姿瑜背号8号，看一下前面有碰到，但是后面其实应该还有机会接起来哈。对。台师这2波的进攻其实都以失误收场哦，大概传了1片到2片就会造成掉盘，所以国北可能要想办法先。在他们第1分的进攻分，看可不可以先拿下来。有一个长传，有机会接吗？还是掉了哦。应该还是先落地了。传的位置是蛮到位的，可是可能
今天的草地因素哦，所以可能要判断一下自己的队友是不是可以跟平常练习的时候比较干燥的情况之下跑的速度是一样的。如果不行的话，那我出手的角度跟速度跟盘数都需要做一些许的调整。尤其是可能传盘者的速度要稍微放慢一点点，因为跑锋在这种天候的情况下，速度是应该会比原来干燥的时候慢了一点点。对。双方在这场比赛要得分，应该是难度非常的高，所以要避免失误才行。好，应该被对方给拍掉了。对，这个长传又被10号的韩宇珍做了一个干扰的抄截。看一下，刚刚韩宇珍直接双手把飞盘给拨掉。好，刚刚场边大喊了 B， 就是 A 侧或 B 侧。从双方开赛这几个 play 来看哦，这场比赛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低比分的一场比赛哦。对，因为双方并没有把握住每一次对手失误的机会哦。反而自己在进攻上面也是没有相对比较冷静哦。对，那看可不可以哪一队先拿到第一分，可以让整个的进攻是比较规律性的。24号的曹化云往后送。曾方珍找他的蔡媚君，哎呀，也是好像给的稍微比较大力一点点，对，给太长了一些哦。因为其实如果以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建议给盘可以稍微飘一些，不然你直接给的比较平的状况之下，盘速是比人跑的速度再更快一点哦。你看这个重播画面，因为你给平了，它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了。哇，台师大的第3次失误哦，所以盘权又回到了国北交大的手中。国北交大进攻，这一拍传过去，有接到吗？有，顺利的拿下了本场比赛第1分哦。好，队友也跟他说可以看镜头了，来看一下这个正手。哇，因为身高很高哈，跳起来顺利的接获。也为球队先取得点，取得了1比0领先。好，现在画面中的是国北交大队长曾方珍哦，他也跟队友拿下毛巾，稍微擦一下脸哦，跟毛巾跟他的飞盘，毕竟现在今天的气候状况，不管是整个身体或是盘子上面，都会有蛮多的泥土跟雨水的。对，刚刚看到得分的涂妍如哦，现在也到场边拿了一个水瓶哦，稍微洗一下自己的脸哦。对，身上是比较多的一些泥巴。好，曾方珍来开盘，所以刚得分的是96号的涂妍如。哇，身材以女生来讲是算比较高大的。对，看到了曾方珍这2天的开盘哦，都开在那种边角的角落哦，其实是非常的好的哦。现在台师大又是一个开始进攻，但是国北交大他们目前有点半区域防守的情况哦，所以让台师大其实在推进码数上面是显得很吃力。对，毕竟这样的天候状况对于进攻方相对来是相对不利的哦。好，看看这个远传，哇，直接被对方单手给抓到。单手抓到的是背号6号蔡媚君哦。蔡媚君也是队伍中的精神领袖。目前就读国北交大的硕士班。是。哇，这个单手接盘有点大意喽。对，因为并不是说要跟对手去抢那个速度哦，但是单手接盘，你看林彦儒的高度有没有？哎呀，也没有办法接到。哇，双方多位的选手都倒地。现在场边台师大的教练喊出 AB 上去哈，就是 force middle 让他们往中间去做靠拢哦，让对手不得只单边。但是现在国北交大要自己发生了一个传盘上的失误，看起来2队开赛其实失误都比较多，当然多半也因为受到气候影响。
哇，这一盘也是没有办法接牢哦。现在要一个很轻松的得分，应该是很困难哦，可能可以打得更保守，然后更有稳定性一点。场上一个场上 Stocko 就是认为10秒钟并没有出盘哦。看起来进攻方也是同意的这件事情，所以就会以刚刚进攻方的那个失盘的点来做台湾师大本次的进攻哦。哇，这个如果被喊到第8秒、第9秒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选手真的不行，就是往前面直接长传哦，避免失误的点是在比较靠近自己家门口啊。现在台湾师大也拿下了本场比赛第1分，对，是找到了背号9号他们的精神队长廖玉杰。看一下，这是队长林燕怡的助攻。林燕怡在今天稍早的比赛第1场哦，也是台湾师大的精神领袖哦，毕竟他是队长，身高又很高，然后有很多的一些高空的盘都能够顺利拿下。对，台湾师大在早上第1场的比赛其实很可惜哦，最后是6比8，2分差输给了台湾体大。两队形成了1比1的平手。这场比赛已经进行了9分多钟。25号的庄允熙来开盘。好，我们看到现在台湾师大的防守还是相当的黏哈，去不断的去干扰国北交大选手的进攻。目前看起来是用1对1的盯人方式。哇，蔡美君这个没有接好，就想看下一洞哦，所以导致一个接盘的失误。盘权回到台湾师大手中，这个有点过长了一些。所以8号的颜姿瑜没有办法跑到位，把这个飞盘给接到手里。两队1比1的平手。接盘也是林嘉丽哦，可能今天气候的关系，对于选手的接盘稳定度还是有所考量的，对，也是有对。因为你最基本自己队友间的这个接盘没办法接稳的话，其实进攻就会很吃力了。有接起来。对，第一拍的选手并没有注意到，反而是后面的选手接到这一片哦，攻下台湾师大本场比赛第2分。看一下16号的庄之平，所以台师大现在是2比1领先了。比赛进入到第11分钟，又大概30秒、20多秒左右。因为对方应该还没有回到他们的位置哦，国北交大。在飞盘比赛得分之后的换场，总共会有3个时间点会鸣笛哦。第一个是45秒时间，除了场上选手之外，其余选手都必须要离开草地。第2个时间点是60秒，进攻方必须要回到他们的得分线上，踩着得分线举手。第3个时间是75秒，好，我们看下场上这个画面，一个长传有接到哦，在家门口一个反手，有没有接起来吗？哎呀，又是差一点点呐。对，这个其实跨步，然后把盘数放慢一些，其实是有机会的哦。因为整个防守者是被甩在后头的。刚只要接起来，其实比数就扳平了。盘权又回到了白色上衣、浅色上衣的台湾师大手中。哇，这拍直接好像传出界了。对，还是传的有点过长。我觉得双方选手在出盘的这个稳定度可能要注意一下。好像是有人偷跑了吗？哇，但是也没有接到。
哦，方针这个传盘看到了场地的右后侧是有空档的队友，但是队友可能没有注意到哈，最后判断上面是有一些瑕疵的，好像想打对方一个立足未稳哦。哇，这个直接传到地板上，可能手还是滑了一滑下。掉了哈。好，现在看国北交大有没有机会把握一下这次的进攻机会。是。国北交大已经非常非常靠近了，接起来就可以得分了，没有问题。找到了85号的队长曾方珍，2比2平手。曾方真的个子不大，但是敏捷性是非常好的哦。嗯，牢牢的双手把飞盘给接起来。对，他也是毕业于台北市的新民国中，然后现在就读国北交大。他从国中1年级就开始玩飞盘了，跟着哥哥曾建华。曾建华是黎明技术学的毕业生。哦，这两对兄妹档也是台北市全民运的要角。所以从国一就开始玩飞盘，到现在大学的年纪，这盘龄也是蛮长的。对，所以他的控盘的稳定度其实比很多的选手可能大学才开始玩的会好非常非常多哦。嗯，那他转身开盘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距离。对，而且对女生选手来说，这个像曾方珍刚这样转身开盘，其实是可以把码数再给提升上去的。对，哇，一个超节，超节哦。哇，又在自己国北交的门口。对。哦，方针一个短抛，直接得分了。哦，找到了背号88号的林佳丽哦。取得本场比赛第一次领先。哇，国北交大是连得2分哦，是对方一个在自己家门，应该说不必要的失误哈，让对方很轻松的得分。对，因为我们开盘过去之后，其实第一片的传接盘很容易就比较轻松一些，因为认为防守者没那么快速到来。啊，接盘者的有时候大部分是背对着这防守者的，那防守者后面出现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造成一些接盘的失误。3比2，国北交大取得了这场比赛第一次的领先。哇，应该是有喊，因为好像应该是有喊暂停了哈。这场比赛90分钟打15分制，上下半场每一队都有2次的暂停哦。这2次暂停其实可以好好的运用在每一个阶段哦。不管是教练或队长认为现场的状况有一些需要暂停舒缓一下的情况，都是可以喊出来的哦，让选手是比较不会有那么的过于亢奋或者是过于低迷的情况。尤其因为刚刚也进行了15分钟左右了，跑动的次数因为很频繁。所以喊这个暂停其实也蛮 OK 的，场边的选手也赶紧拿水给场上辛苦奋斗的队友们。对，因为我们从整个场边看到的国北交大选手，大概场下可以替换在4位，那台湾师大比较多，台湾师大应该还有个7位左右哦。所以2支队伍的人数是不太一样的。国北交大可以好好的利用暂停的时间点，然后让主力选手稍微的喝口水、喘口气哦。好，暂停回来。台师大是2比3的1分暂时落后。哦，国北还是采取个半区域防守的情况。并没有整个3个人都贴上去哦，但是就是有时候1对1的部分，然后有些协防，让出盘没那么容易哦。好，正手往前传，队长林燕怡接获了飞盘。好，正手再往后面送，找到了80号的赖美桦。哦，林燕怡的高度越过了防守者，漂亮的传盘，直接找到了队友背号15号的曹永琪得分。哇，这个2个高个儿的台湾师大选手哦，直接在空中把飞盘顺利的拿下来。所以刚刚这个弧线哦，刚好是越过了防守者，从他的头顶过去。两队形成了3比3的平手。现
在依旧要先等国北教大回到他们的区域。好，第二次的喊声鸣笛就是60秒钟时间，进攻方必须要举手。好，75秒前防守方必须要把盘开出来。进入到第18分钟，看这个远距离的传盘，后面有没有机会？没有。但是不是有示意有先犯规吗？对，看起来他认为他有被打到手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播的画面。如果没有共识的话，很有可能会回复上一动吗？对，回复上一动就回到队长曾方正的一个出盘哦。但是裁判是有确认，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没有问题的话，他现在确定是一个 turnover，就是确定他进攻方并没有完全的让飞盘停止才被打掉哦，所以是一个 turnover， 攻守交换是。好，攻守交换。3比3的平手，白色浅色上衣的台师大进攻，远距离的传盘，但是这个开盘这个传盘也发生失误，因为前面庄允熙他是担任开盘手，他的码数应该是可以开很长的。后面有一个选手的碰撞导致比赛目前暂时停止了下来。哇，是不是右边？右脚膝盖可能要先伸展一下。哇，这是蔡媚俊呢，球队很重要的精神队长。对，如果他伤到下去的话，其实对国北教大影响是蛮大的蔡媚俊现在持盘。反手找到了曾方珍，对，曾方珍一个大脚的 forehand 被对方给拍掉，对，可能长度不够，蔡明俊示意说可以再更长一些盘权回到了台师大手中，远距离的传盘，前面有人偷跑了，有机会接起来吗？哇，这盘在空中其实飞了很长的时间林嘉丽有一个超节哇，这个接盘的失误，盘权回到了台湾师大。对，这个失误就很可惜了。台师大，看看这一盘有机会接起来吗？哦呦，奋不顾身的被对方给崩掉。蔡美君这个铺盘的超节真的是奋不顾身已经飞扑到了这个 PU 跑道第1跑道的地方了。好，远距离的传盘，后面有国北的选手，可是也没有顺利的接到。所以也显得很气馁刚这个肢体动作看得出来。进入到第21分钟。3比3的平手，这个正手往前甩，但应该已经甩出界了。而且刚这一盘已经好像传到了人家正在进行比赛的隔壁场地里面去所以观察员也赶紧去把飞盘给拿出来。85号的队长曾方珍，曾方珍往前面传，哎呀，就差一点点呢。后面其实已经掌握到飞盘了但是并没有把它抱起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曾方珍其实传得非常非常的好对，已经传到位了。
哇，台师大这边也回敬了一个接盘失误哦。是。好，曾方珍，攻势都依旧由他来发动。看看这个正手往前传，曹化宇，哎呀，哇，这个传盘又说有一个肢体上的接触哈。其实我们会建议，如果传盘能力没有那么理想的选手，在得分线前面，其实可以先回传，往后跨一步回传给队伍上面比较好的控盘选手，再重新组织一波进攻哦，不一定要一片就直接一定要得分啊。这样应该会稍微比较理想一点。好，现在看到他可以跨步，然后找曾方珍会比较理想哦。哇，没有问题，找到了蔡媚君哦。对，背号6号的蔡媚君得分。目前比数4-3，国北教大暂时领先。国北教大又把领先给拿了回来，4-3。比赛进入到第24分钟。我刚台师大选手下来换场的时候，也在下面自己讨论一下，我刚刚传盘跟接盘是不是哪边可以更好哦？下一分再上去的时候可以做得更理想。好，准备开盘。曾方珍。哇，还是很漂亮的开盘，开到了对方的得分区里面哦。而且落停点相当漂亮。哎呦，有接起来，差一点点落地。好，接起来，看看这一次远距离的传盘。哎呀！双方的一个争抢并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盘权又回到了国北教大身上。对。好，场边台湾师大教练还是喊手 A、B 一样让他们往选手把盘往中间倒。好，曾方珍。曾方珍。哇！阴错阳差，又回到了自己队友的手中。蔡媚君，蔡媚君 backhand，有没有？没有。10号的韩宇珍，可惜哦。刚刚他是双手的接盘，但是建议还是夹接，在这个情况下会比较理想哦。他是双手想要把它从左右两侧接起来哦，如果上下的话会比较好一点。他也知道说想要稳稳的拿了，但是还是掉了下来。好像还是想找林燕怡自己的队长。好，林燕怡往后送，找廖玉洁，再传给涂运欣。涂运欣。林燕怡，队长往中间传，郑宇倩接获起来。哇，这个应该是不小心的身体接触哦。对，没有注意到哈，也是为了要想要去封阻的时候，已经有身体接触。我现在看到打到将近27分钟，双方的体力开始有点下滑了。林燕怡再往后给。好，在接近得分区的时候有一个 pick call。比赛准备要进入到第28分钟。好，这一盘往前传，有机会接起来吗？但已经被防守方也已经站定位哦，跳起来把这一盘给碰掉。对，我们看到刚整个
得分区里面都是人啊，嗯，所以要确实的接吻是非常困难的哦。所以我们建议在不管是进攻的任何一边哦，都是建议有一个空间感的概念哦。你把飞盘往上传的时候，其实失误的机会就变得比较大。好，看一下这个长传，国北教大的选手韩宇珍，对，还是没有机会跑到定点哦。对。但曾方珍其实这几次也都传的还蛮接近的哦。其实这两支队伍的两个队长林彦颖跟曾方珍哦，他们都有蛮好的长传能力。那队友其实可以更明显了解到，他们的长传是有机会的话，看到队长准备接到飞盘的时候，就可以先往后做启动了。等他接到你才做启动，其实那个都会慢了一拍。以前的训练都会说，我们听到飞盘夹接啪的一声，好，这时候就是我们该往前启动的声音了。哇，这个传盘又是韩宇珍，哦呦，有接起来，好，没事，这次韩宇珍接起来了。哇，可是这个想要回传的短盘又被台湾师大的干扰到。对，盘权在台湾师大手中，正手往前送，好，单手把这一拍给接到。林彦仪大脚有个机会，对，没看到，往前传，哇，被蔡美君抄掉，对，被对方给识破了。对，其实大脚另外一侧有背号15号的曹永琪是个空档哦，还有一个左手的正手其实是有机会的。蔡美君一个长传，这个长传，哇，有接起来哟，曾方珍往前传，有接到吗？没有，哇，涂颜如。哦，其实差一点点。方针这一片传盘反手的速度会稍微快一些，他如果给个正手，或许比较飘的飞盘，他的队友就比较容易在得分区里面接到飞盘。上半场45分钟的比赛已经要进入到第30分钟。哦，台湾师大喊出了上半场的暂停。让这几波的攻势比较凌乱的情况之下，重新组织一波。今天的2场季军战，上半场的走势都还蛮类似的，而且对战组合也是一样哦，都是国北教大对上的是台湾师大，都是和平东路组合。其实双方的选手对彼此都算是蛮了解的哦，所以有点像是平常的友谊赛，现在变成到正式比赛。那如何在这样子彼此了解的情谫状况之下，能够突破重围哦，就是考验的双方教练的一个智慧。尤其是你临场的应对也很重要。依旧是1分差距。现在教练台湾师大的教练魏世杰，可能在引导一下他们，不管是跑位或者是传盘的路径哦。裁判吴玉杰也是提醒一下双方，暂停时间已经到了，比赛要准备开始了。好，比赛要准备恢复进行，暂停回来。17号的郑宇倩。好，确认一下都好了吗？好，暂停结束之后，看到台湾师大他们站出的一个进攻阵容哦。前面摆了2只控盘，后面的话是站成2侧。好，把中间的距离腾空。好，郑宇倩正手往前送，涂运熙。涂运熙找林彦仪一个，应该在界内。对，还在界内没有问题，所以进攻继续。正手往前传，有顺利接到哦，没错。进攻继续，哇，也是又差一点点，没有办法追到。好，旁边的队友叫他扑啊，但是有时候扑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对，尤其今天，其实多位选手都已经扑了非常多次哈。
没有意外，这扑下去一定多少会吃点土啊，对雨水一定也吃不少啊。便当都还没吃，泥土就吃不少。哦，蔡美君一个反手，找到韩宇珍，再回给蔡美君一个 backhand 长传。蔡美君这一拍有接起来吗？没有，应该已经受到干扰。好，后面这边的选手确认没有犯规哦，所以比赛继续。好，接起来没问题。哎呀，跌倒了。对，但是旁边的队友帮忙救起来了。是，还好有接到。正手往前送，林燕怡的机会，廖玉杰往前传没有问题，找到了队长林燕怡得分。我们看一下这个正手的重播画面，找到了队长林燕怡哈，防守者已经在他的身后了，所以只要我们稳稳的把盘传到得分区里面，以队长林燕怡的高度，一定可以顺利拿下这一分哦。目前比数4-4，两队又战成了平手，4-4。前一场的比赛是战到了最后，打完了90分钟，才分出胜负。再度形成了平手，4-4。上半场要进入到第35分钟。好，现在台湾师大还是以 force middle 让国北交大的飞盘必须要维持在场地的正中间哈。哇，一个反手的出盘，双方有一个肢体上的接触。好，现在盘权回到台湾师大。一个正手的传盘，好被林嘉丽给抄截掉了。对。好，正手往前送，这个正手非常远距离的传盘有接到。前面有个偷跑了，应该有偷跑了，找到曾方珍。对，好，要把握住哦。对，刚刚这个回传是非常好的哦，找到队伍上面控盘比较好的选手。对，曾方珍，哎呀，往前送，差一点点呢。好，曾方珍的个子比较娇小，所以出盘的点都比较低一些些。好，建议可以拉高一些弧度，打一些空间，对他而言，队友也会比较好接哦。刚刚蔡美君就差那么1-2步哦，就可以接获队友曾方珍的传盘。好，要稳稳的处理这一分。好，场边大喊着 B。好，单手接起来，曾方珍送出去。好，林嘉丽一个颠倒盘找到方珍，对，颠倒盘送进去，一个 backhand， 应该是有接到了，拿下了这一分哦。对，攻下了第5分，国北交大。还是把盘回到他们队长曾方珍手上做处理是最稳当的。国北交大把领先再拿回来，5-4。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有在收看的观众朋友们，也建议帮忙我们分享一下到你的 Facebook 或 IG 让更多的飞盘爱好者，或是还没看过飞盘争夺赛的选手跟伙伴们，都可以一起来收看我们的飞盘争夺赛大专杯。接下来还有2场比赛是女子组的冠军战以及男子组的冠军战。这2场比赛一定相当精彩。稍后的女生组的冠军战呢是台湾体大对上是黎明技术学院，
男生组的冠军赛则是高师大对上的是台体大。接起来，又回到了1分差距。这个正手送过去没问题。哎呀，哎呦，是不是有身体接触啊？哦，是不是膝盖哈？这个是19号的叶芷君。哦，下来的时候两个人的膝盖碰膝盖哈。嗯。看起来应该还忍得住哦，继续比赛。场边喊 A。一个正手的弯盘没有给到位，没有给到哦，让蔡明君没有办法接起来。好，场边教练大喊不要急哦，忍一下，稳稳的打这一波的进攻，不要太轻易的就把盘给送出去。这盘送过去，好，还差一点点。好，还是有传到位了。最后给到了自己的队友80号的赖美桦得分。所以还是要传正手，把比数给扳平，又回到了平手5比5。这场比赛跟上一场的第一战一样哦，打得非常焦灼。准备要进入到第40分钟。目前得分之后，国北较大的选手，走到得分线的速度是相对的比较缓慢一些哦。因为可能体力上的流失，而且能够替换的选手相对是比较少的。他们需要透过被得分或得分后的时间来做一些体力上的调节。尤其又对这阵中的几位主力，包含了曾芳珍、蔡媚君、韩宇珍来讲，其实体力的流失也是非常的快。好，这开盘稍微可惜了一点。现在台湾师大祭出的区域防守，好，然后发现他们几个主力的选手都会以长传来为主哦，但是用区域防守的话，长传的机会就相对比较少一些。再往回中送，好，这几拍也都传得还蛮到位的。很好，这个选手往前做的假动作，再回头给蔡媚君。哎呦，往后有接起来，还好。这个正手往前送，被对方给拍掉了，发生了失误。其实刚看到他们国北教的队长曾邦珍待在前场想要接个长传，但是其实他的控盘能力在队伍上面是相对比较理想的。应该回头去做一个控盘的角色，对他们的进攻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上半场是由国北教第一分先进攻得分哦。如果说进入中场是台湾师大领先的话，对国北教是比较辛苦下半场的进攻模式哦。对，哇，现在刚刚的扑下去，我们已经没有看到飞盘在哪里了。对，好看一下，哇，飞盘已经掉到了水坑里面去了。双方选手在讨论的情况之下，观察员会先做出一些私底下自己的讨论。如果说双方选手没有共识，观察员就会介入做裁定。对。OK， 现在确定是 turnover 哦，因为刚刚进攻者并没有确实掌握飞盘哦，所以进攻盘权回到了国北教大。在国北教大手中，5比5的平手。
场面大喊上中，看起来用3个人的区域联防，好，接起来，后面有没有机会？有机会呢？好，应该要确认一下，应该是有得分了，因为他站在得分区里面，但是他因为不太确定哦，应该是2号的林子怡。好，看一下。这个拍传的其实非常的好，对他这个盘子越过了林燕怡哈，好，林子怡被到2号选手得分，6-5。我看这盘应该是上半场的最后1分哦。如果台湾Stars可以顺利拿下的话，进入平手到下半场是由他们先进攻，这样对他们来讲更有利哦。但如果国北教大是可以取得2分的领先进入下半场，这样台湾Stars的压力应该会越来越大。第44分钟，准备进入到第45分钟了。好，应该是准备就绪。曾方珍。又是一个转身的开盘，落在得分区里面哦。这个开盘的稳定度真的是可以很多男子选手都可以学一下的。对，尤其是从我们昨天转播到现在，曾方珍的开盘都开得非常的稳健。哇，又给的过长了一些。这个正手想要传在队友的前方哦，但传太长了。传得太深，蔡美君的一个正手传盘也是造成了一个失误哦。好，看起来已经要到45分了。哎，这边也很可惜哦，没有办法接到。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波国北交大有没有机会把握一下。好，现在队长在指使所有的队员往场地的右侧去做清空哦，把场地的左边变成是比较好的攻击区域。哇，这也是没有接好，想做下一个动作。对，林嘉丽。好，场边大喊勇气回来。还好，在落地之前把飞盘给接起来。这个许多选手的背号都已经被泥巴给遮住了。哇，每一片的传盘接盘都是在用滑垒的方式啊。都显得相当的吃力。这个正手往前送，海师大落后1分。哇，一个大脚的传盘，长盘被对方给拍掉。其实到了得分线前面，我们还是会希望选手们可以站成一直线哦，变成一个 stack 状况，把两边清空，避免防守者是类似遍地开花的方式，都可以知道你要往哪边传，然后很容易受干扰到。远距离的传盘，哇，那个又传太深了。对，方正在长传可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出盘力道哦，因为队友可能有意会到，但是可能跑步的状况，因为今天的场地关系，并没有办法像平常练习的时候那么快速。尤其刚刚那一盘，其实传的力道是有点过大了，队友几乎有想击到的机会都很小哦。好，场边要喊要用反手，但还是用正手传。好，正手的假动作，但还是有传出去。哇，又传到队友的身后哦，变得比较不好接盘哦。上半场最后一分对双方是相关的重要哦。所以我觉得场上的选手必须要更冷静一些，
避免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导致让对手得分。哇，也掉了，看得出来这体力已经是到了临界点了。好，反手也没有机会传，最后还是改用正手。好，接起来嘛。好，要赶紧抽出去哦。还有在10秒内把盘给传了出去。对，因为每一位选手持盘的时候会有10秒钟的进攻时间。哇，这个长传好像没有队友意会到他会传到那个区域哦，所以导致这个传盘失误。哇，有球迷朋友在留言区说，这已经不是飞盘比赛了吧？这已经像是这打泥巴仗了。这是不是勾起了威力你以前年轻时候的回忆嘛？哦，确实哦，以前常常也是在这种，就是因为毕竟大专杯都会办在5月份左右啊，5月是全台湾的梅雨季节哦，所以都很容易遇到这种就是下雨的状况哦。哇，是不是又这边一个接盘之后的一个身体接触？那防守方好像有确认，他认为他自己确实是有一个犯规的情况。所以是防守方自己觉得有犯规了。对，看起来是刚刚第一时间有说有犯规，哇！可是现在好像双方意见又有一些不太一样啊，所以感觉好像还是没有取得共识哦。要进入到第50分钟了，可能还是要请观察员来处理。我们观察员也是相当辛苦哦，毕竟跟着选手在这种下雨的天气持续在场上奔跑，而且选手们得分之后是可以做换人休息的，观察员是整场比赛90分钟哦，都要一直待在场上，没有错，而且他们要注意每一个 play， 哦，啊，双方确认之后，透过观察员沟通是回到上一片的位置，就是1分差距。哇，国北较大的失误，台湾师大5比6，1分的暂时落后。好，接起来，好，这一拍稳稳的往前送。好，还有一点距离，这一拍应该是有单手接起来，但是不是又有选手倒地了？应该得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哦。好像防护员又必须要上来了。好，那可能还是要确认一下刚刚那1分。好，所以应该是有效，没错了，是6比6的平手。对，那看起来是刚刚有点受伤的是蔡妹君哦。他刚其实在前面已经有受伤膝盖的状况了。对。OK， 那现在应该是准备进入中场的时间。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欢迎再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一起来欣赏1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比赛地点是在位于桃园的元智大学。这场公开女子组的季军赛，国北交大跟台湾师大两队依旧是平手的局面，6比6。看起来走向跟前一场的季军战男生组的其实是还蛮类似的。对，可是上半场最后1分结束的时候，国北交大的主力选手蔡媚君好像有一点手部脱臼的状况哦，我们会持续的了解状况，再跟观众朋友说明。而且刚刚好像有听到观察员说，好像有骨头跑出来的情形。是，这个对国北交大坦白讲是比较不利的。对，毕竟蔡媚君是他们阵中这个很主力的精神队长。好，现在下半场这样比赛打90分钟哦，因为上半场时间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所以现在下半场大概剩下22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啊，第一波的进攻，台湾师大并没有好好掌握哦，因为现在已经第58分钟了。我们看到这个选手的脸上全部都是泥土了啊！也刚赶紧把衣服拿起来擦拭，应该是嘴巴里面也进了一点泥土了。是，现在用拍的可能也已经拍不掉了，因为比赛一直在进行中。对，我们都会建议场边的选手，如果协助的话，可以手上拿个矿泉水在换场的时间点，可以给场上的选手做一些疏血状况。90分钟的比赛要进入到第59分钟，所以大概剩半个多小时，31分钟。好，这盘往前传，差一点点。哦，这一盘也是传得蛮大胆的，可惜最后因为弯下来，所以前面的队友没有办法接起来。盘权掌握在白色上衣的台湾师大手中。哦，单手接起来，还有进攻的机会。再一个正手，还是有接起来哦。旁边队友也是很可爱哦，在起哄说把飞盘当那个滑水，当那个水上乐园啊，好好玩。好，这拍再接起来，一个追过去，漂亮，找到了80号的赖美桦得分。看起来台湾师大还是需要透过队长林燕仪的一个主导进攻哦，找到他们的空档的队友，下半场拿下第1分。对，所以台师大现在取得领先，7比6。好，还是要等国北交大的选手走回他们的区域。好，已经有吹哨了，准备要开盘了。好，开过去。郑方真的一个长传，好，看看这一个长传有接起来吗？没有，没有接到。台师大现在是1分领先。看起来国北交大少了蔡媚君这位精神队长的在场上的支持所以便是能够进攻的点又稍微变得比较少一些些。对，但台师大这边也是自己队友间的传导但也发生了失误。曾方珍现在可能他身上的重担又更重了，另外还有88号的林嘉丽。对，这2位选手变成是现在复习场上的重担了。对，接起来，
顺利的拿下这一分哦。没错，哇，这一分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哦，7-7。看一下，哇，这个弧度刚好在空中停留一点点时间，然后追过去都还来得及。对，用个滑接的方式把这一分顺利拿下。我刚刚看到林嘉丽一个正手给到郑方珍之后，一个上线的冲底线得分区哦，这样的进攻方式可以让自己的传盘完的防守者可能会在你自己的身后，这样是比较有机会拿到更好的领先位置。又回到了平手，7-7。现在接近中午，我们的太阳也渐渐的露脸了哦。跟昨天的气候有点相像。对，有可能到了下午的时候，雨就希望可以更趋缓一些。也希望就只有雨就好了，不要有打雷。比赛希望可以都顺利的进行完。这是今天的第3场比赛。好，这是开盘。好，开盘也是顺利在界内哦。7-7的平手。好，现在也不急哦，所以林彦仪刚刚稳稳的把这一盘给传出去。对，哦呦，差点被对方给抄走。正手往前送。林彦仪这个正手回到中间哦。现在台师大的进攻还是稳稳的，找到个比较好的机会才会做出手。好，转移到左侧。好，几次假动作，等队友很靠近他之后，再把飞盘给送出去。涂运欣。再到他们精神队长廖玉杰，对，再往前给到了叶子君，19号。好，正手往右边传。这一个回合的每个 play 其实都非常的谨慎。刚防守球员有跌倒，这应该是进攻方的一个优势。好，这盘传过去，单手接起来，哦呦，漂亮！可是，在场上先有个 pickle 的产生哈，所以这个得分是不算的，应该不算的哈。对，要回到上一个出盘点。那刚刚这个接盘是相当的漂亮。对，是单手在落地之前把飞盘给接起来。进入到了第65分钟了，还有大概最后半个小时不到，25分钟的时间。涂运欣那个 forehand 给到后面，哎呦，接起来，稳稳的接了，双手接起来没有问题。看起来原本要给第一拍的那个郑宇倩哈，但是后面的19号叶子君在后面补了一个尾刀，顺利接到。所以还好，后面队友的跟进其实是很重要的，有跟到，所以有把这个飞盘给接起来。对，如果说队友看到可能是你的盘，我就放弃的话，可能这片就会变成一个传盘的失误哦。谢谢那个 Hermes Chen 哦，赞助了我们 YouTube 的一个70块钱。那我帮你念一下他抖内讲什么。他说主持人好帅，应该就是讲你啦，威力。没有，是讲主播您。你确定他不是你朋友吗 ？Hermes Chen， 谢谢你的70块抖内。哇，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我们这个基层比赛看到有人抖内了，感恩感恩。这些抖内也是回馈给我们的所有转播团队啦，这一拍被挡下来。8-7，1分的差距。好，示意队友走位，前面是不是有身体接触了？曾方珍。
没有，但应该已经是正常的一个正常的碰防守，撞对。哇，一个 backhand 的长传，后面的国北教选手有没有看到？哎，有机会、啊，有接到，哇，接起来，哎呀，太急了！哇，这个转弯的弧度太大了，所以队友没有办法接到。对，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一个平盘的抛盘其实就可以完成了哦。反而过于用力，反而让飞盘的角度变得不是那么好。刚刚应该有机会可以让国北交大给扳平了。但台湾师大这边也是出现了一个传盘上的失误。现在场上国北教可能就靠着曾方珍跟林嘉丽两位选手想办法把盘传出去之后，如果可以再要回来，重新做个组织进攻，是会相对比较稳定的。好，曾方珍。好，比赛继续进行，曾方珍这拍传过去，哇，又找到了林嘉丽哦。对，哇，精彩的一次传盘的曾方珍。对，果然还是需要透过他们两位的连线，帮助国北交大拿下这一分。对，这拍这个传跟接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又回到了平手，8比8。国北教的姚玲又再度出现了哦。他们只要有好的表现，场边的男子组选手就帮忙姚玲。其实前一场也有姚玲的情形出现哦。好，准备开盘。曾方珍奋力的把这一盘给传出去。哇，碰到了膝脚，应该是一个，哇，可是是不是有碰到？对，身体上，可是国北校的选手并没有发现哦。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好，没关系。既然场上选手都没有注意到的话，那就比赛继续进行了哈。准备进入到第70分钟，剩下最后大概20分钟不到了。好，曾方珍好像在跟对方沟通。好像是觉得他的距离哦。对，因为我们只能会有一位防守者在3公尺之内哦。好，看看曾方珍怎么突破对方的防守。好，选择往后送，比较保险的送盘方式，出盘方式。这个远距离有机会接起来吗？好像觉得有状况哦，看一下。应该是没有完全掌握住哦。毕竟以林彦颖的绝对高度是比对手来的高蛮多的哦。因为他应该是比75号的林慧君高蛮多的。8比8的平手。接到盘的时候，其实已经出界了。好，所以盘权回到国北交大一个backhand防守，可是又过长了一些。曾方珍在传盘的路径上面可能在做其他选择哦，可以
再把盘稍微的飘一些的一个 outside in， 可能或许让队友会比较好接盘哦。嗯。盘权掌握在台师大手中，好，正手往前送，几次都没有问题，持续的把马术推进，好，没有被抄走。往前传，哇，这片给高了，对，也发生了失误。好，在传盘这边扣了一个 foul call， 但是15号曹永琪这边出盘的时候，好像有一些身体被接触到了，没有错哈。应该是有先接触了。对，红色帽子曹永琪这边重新开始。对 ，OK， 还没有站稳之后就出盘，所以有一个 violation 的违例出现。时间依旧是1分1秒在走哦。廖玉杰这盘传过去，但是也是有提早先落地，但好像也是觉得场上又是有状况哦。哦，没有错，刚刚出盘之后，后面有个 pick call 阻挡，但是因为进攻方已经出盘了哦，那落地的状况之下，就是 turnover 把盘权回到了一个防守方的国北交大手上。国北交大的进攻，哦，曾方的那个反手长传，他队友们有机会接吗？到呢？有，接到了！哇，一个长传的美技哦。哇，这个曾方珍真的传得非常非常到位。看一下曾方珍，很快的往前面送，越过了防守者之后，让他队友顺利接到飞盘的是背号68号的周子轩。比赛剩下最后的15分钟左右哦。对，整场比赛打90分钟15分制，但以目前的节奏看起来，要抢到第15分比较相对困难一些。国北交大现在9比8的1分暂时领先。好，来看这一次的开盘。台师大是1分的暂时落后。现在看起来，可能蔡面君都还是在休息中哈。对，可能这场比赛有可能回不到场上了。对，所以就要靠着可能曾方珍及林佳丽扛起国北教的这个双枪啊。对，现在进攻点就少了一位了。台师大1分的暂时落后。正手传过去，哎呦，有接起来，没有落地。这盘传过去，有接起来，小心小心小心！哇，两个人都尽力了。对，最后双方确认一下是得分哦。所以应该是有得分了。对，应该是得分之后才把盘放掉哦。看到观察员比出手势，所以台师大应该是把比数给扳平了。对，目前9比9。9比9。9比9的平手。
好，现在9-9，现在看起来有可能台湾师大这边教练在部署一下下一波的防守策略哦。在这个换场的空档。那国北教大这边看起来都是以队长曾方珍来抠战术为主哦。距离90分钟，比赛结束大概还剩下13分钟左右而已。好，这一盘开过去。好，他们现在台湾师大变成一个区域防守，可是曾方珍那个长传，曾方珍这个长传，队友是没有跑那么快哦。周子轩，前面一次就是曾方珍跟周子轩的连线。9-9的平手。第78分钟，国北教一个，哇，有人偷跑了，有机会接起来吗？接有没有顺利哦？所以是有得分了。哇，这分很重要哦。对，曾方珍的攻守反击，马上捡到飞盘，做个 backhand 的长传哦，然后队友应该是背号10号的韩宇珍，一个抄截之后往得分线里面去跑。对，韩宇珍一路的往后冲，一路的冲，跳起来，把这个飞盘给接到手里面了。好，得分之后也下去稍微休息一下哦。换上防守组。目前时间大概剩最后11分钟，10-9，国北教大暂时领先，1分差。好，吹哨了。曾方珍来开盘。台师大又是1分的暂时落后，出盘都要小心哦。防守方跌倒了。哇，台师大这盘其实有点太过急躁哦。因为其实时间每一个选手持盘的时间有10秒钟时间，第一时间不一定要把盘出手哦。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更好的出来接盘的队友，我觉得会对于处理飞盘是相对比较有效的。等于说他们刚的这个进攻回合哦，一下就失误，把盘权奉送给了对手。对，而且你目前是落后的队伍的情况之下，应该是要更掌握进攻的节奏跟机会啊。接到了。哇，曾方珍又一个 backhand 长传，找到了队友背号96号的涂妍如哦。对，把比数已经拉开到2分差。2分差了哦。哇，这2分都是曾方珍的功劳。看一下，哇，乱军之中还是传得到位耶。哇，非常非常厉害。哇，这个长传还是需要靠队长曾方珍一肩扛下啊。对。好，那他们现在国北教大应该做好的是防守的部分了。因为剩9分钟了，只要台师大没有得分，比赛就要结束了。我看起来队长曾方珍一整场都没有下来休息耶。真是体力过人啊。对，已经拼尽了全力了，就是本届大专杯的最后一场了。曾方珍，又是一个很漂亮的开盘哦。哇，而且已经到了这个时间点哦，还是可以开这么的远哦。那曾方珍现在假日也有在新庄体育场带小朋友玩飞盘哦，让我们的飞盘的市场可以从小就扎根起来。是。
儿童飞盘比较不会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的争夺赛这么刺激，但是让小朋友能够上手飞盘，对飞盘产生兴趣，未来他们也有可能在国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接触更多的这些竞技飞盘。所以这些飞盘活动是在你说新庄体育场，新庄体育场对，是有一些妈妈们所组成的一个妈妈群，然后请曾方珍教练来带领他们一起玩飞盘。是。哇，国北现在又有一个进攻的机会哦。对，那台师可能真的要想尽办法，这分一定要守下，因为现在距离比赛终了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哇，方真的一个出盘的6球哦。6球了。台师要把握这一波了。对，可能要已经是落后2分了。对，可能要找回他们的控盘廖玉杰这边，以及他们队长。涂运欣，好，刚正手假动作没有传出去，反手被拨掉了。哇，超解的是背号10号的韩宇珍哦。韩宇珍成功的防守，把这一拍给碰掉。好，看看这一拍往前送，有办法接到吗？单手没有办法，掉下来。差一点点，不晓得国北教现在是不是有一个策略，就是我宁可把盘送长一点，就算失误，那台师大他们要进攻的距离也是比较远的，成功率也是比偏低。对，这好像其实也是一个方法哈。对，我没有办法有效的得分，但是我至少不要在家门口自己 miss 掉这片飞盘哦。对，因为毕竟优势现在是站在国北交大那里。哇！现在场上的选手好像有个碰撞了，在我们画面的右下方哦。对，而且这是队长林燕仪耶！哇！我刚刚可能没有注意到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是，哇！林燕仪还倒在地上哎。应该要请防护员上来哦。刚刚场边所有的，不管是国北教还是台师大，都一起帮忙喊给防护员听。对，跟他请防护员确认一下，确认状况哦。因为防护员刚刚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哇，这对台湾师大来讲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防护员看起来是先确认角度，可能场边的队友们要帮忙搀扶到先做场下做个治疗哦。今天两边都有选手因伤，所以提前离场。蔡媚君跟这个队长台师大的队长林燕仪，在队友的搀扶之下，现在一拐一拐的先走下来。在我们的画面之外了。好，现在刚刚因为有受伤的情况，盘权回到了台湾师大的身上哦。台师大2分落后，时间所剩不多了。对，因为差距2分，如果比赛时间终了就会扣 game 哦。但是现在他们还是没有掌握这波机会，被对方给拍掉，被24号的曹化宇。好，送出去。曾方珍找到了曹化宇的 backhand 长传，后面的队友们有没有机会？有跳起来吗？没有办法碰到，被对方拍走。台师大把握时间了，对，但是因为现在队长也不在，所以进攻上面是，有机会吗？因为刚防守方是倒地，正手往前传，
应该还需要推进几码。好，先往回传。好，这一拍往前送，接起来，找到了19号的叶芷君。我刚刚助攻的是背号80号的赖美华哦，找到叶芷君，顺利拿下台湾师大本场比赛第10分。刚刚场边的大会鸣笛声响起2声哦，以及最后的3分钟时间，提醒双方，因为剩下3分钟，距离比赛终了剩下最后的时间，结束的时候如果差距达2分以上，会直接 call game 哦。所以如果是只有1分差的话，就会继续比赛了。对，会以领先队伍再加1分为最后的比赛终了的分数。所以国北交大虽然暂时领先，但还是不得大意。准备开盘。这一波的防守可能台湾师大要更强烈一点，因为国北交大目前领先1分，这分拿下来，如果时间到了，也会没有机会再追分了哦。哇！可是国北这边自己也产生了一个失误了。好，台师大进攻，其实已经很靠近家门口了，而且队友有偷跑，这一拍往前传，没有办法接到。曾方珍，看看这个远距离，往前送。这边好像接盘的时候有一个身体接触的情况。防守方认为他没有碰到你的身体哦，所以双方现在正在确认当中。第89分钟。好像可能要请观察员来处理吗？对，以目前的时间1分1秒的流失哦，这场比赛就是抢第12分，会是最后的中场的分数。对。现在沟通之后回上一片。好，准备要进入到第90分钟了，所以看起来应该就是要抢最后的第12分了。好，没错，90分钟的时间到点，所以就是要抢第12分了。好，曾方珍接起来，找到了林嘉丽，再回给曾方珍，用一个区域联防。对，这个曹浩宇的反手，台师大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因为他很爱反手的长传。对，曾方珍再传出去，还是在找曾方珍。好，很稳定的，慢慢的一拍一拍慢慢传。对，曾方珍、曹化云跟林嘉丽3位哦，不断的倒传。哇，这个有点偏高了一点点哦，曾方珍还是接到了，还是接到了，单手接起来，哇，他这个核心非常好哦。对。好，持续的往前进。好，看看这一次的，被对方拍掉了。对，传的角度后面其实还有队友有点偏低了哈。哇，但是也失误哈。对，韩宇真的一个超节，他本场比赛第3次的超节成功了。对，好，这拍往前传，双方摔得人仰马翻。可是比赛继续进行哦，所以要注意一下。1分差距。
台湾师大要拿2分哦，被林嘉丽给拍掉。好，在国北教的家门口了，看是不是就是曾芳珍、林嘉丽可以来个连线。对，好，曾芳珍。一个颠倒盘，找到了队友。哇，没想到最后是这样结束的哈。对，这场比赛双方都辛苦了。来看一下刚刚最后曾芳珍的传盘。好，所以攻下了第12分，也恭喜他们拿下了本届国北教大师拿下了本届公开女子组的季军，再度的恭喜他们。好，这场季军战结束之后呢，后面就是2场女生跟男生组的冠军战了，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下场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